如實知是正念修習的終極導向。如實不添加、不減少、不扭曲，擺脫主觀想象、偏好、概念標籤的濾鏡。知見不僅是頭腦知道，更是直觀的、限量的、穿透性的洞察。正念與投資紀律有一個最好懂的故事，在河邊練劍的人。一天，大師帶弟子們到河邊練射箭，河水聲很大，風也很強，環境嘈雜。弟子被外界牽着走，他一拉弓就被分心，聽到水聲，心就慌；看到風吹，腦中就開始亂想。一支箭沒射好，就懊惱不已，最後他越射越糟糕。弟子 B 練的是箭，更練的是心。他也聽得到水聲，也感覺到風，但是他只對拉弓這一刻全然的覺知。拉弓時只想着拉弓，瞄準時只看着準星，放箭時不懊悔過去，也不期待未來。外境沒變，他的心變得穩。這就是正念。正念不是安靜，而是外面吵，我的心不跟着吵。後來大師對弟子 A 和 B 說，射箭不是為了中靶，而是為了看見你自己的心。投資也一樣，不是為了当天的漲跌，而是为了不被情緒帶走。把故事放進投資裡，你就懂了。外界很吵，市場每天都在動，今天跌就想逃，明天漲又想追。別人說要崩，心就慌；別人說要漲，很興奮。這時候市場就是那條吵鬧的河，而你的情緒是那陣亂風。正念就是專注當下該做的那一步。正念不是要你不緊張，是緊張也沒有關係，但我不被它牽着走。在投資裡，今天的規則是定期定額，就照規則買，不因漲跌動搖。今天該觀察盤勢就觀察，不預設，不恐慌，不興奮。今天紀律說不能動，看到了波動也不亂動作。正念讓你做到看到、承認，但不跟着做。如果沒有正念，就沒有真正的紀律。你可能会說，我知道規則要守，但就是做不到。原因不是紀律不好，是心被情緒綁走。正念的功能是看見情緒，不壓抑，不逃避，不跟着情緒跑，這才是守紀律的基礎。正念不是打坐，也不是宗教，而是在每一次市场波动中練你的心不被抓走。正念本質就是覺察。正念不是要把心变空，也不是要变成圣人，而是看見自己正在緊張，看見自己正在衝動，看見自己正在害怕。看到就是正念。而投資紀律最需要的就是先看見情緒，再做動作。如果你沒看到情緒，只看到價格，你就會忍不住追殺，忍不住改計劃。正念練什麼？投資紀律需要什麼？其實完全是一模一樣。覺察呼吸，覺察自己是不是衝動，看見念頭，看見想追、想逃的念頭，接受當下，接受現在的市場狀況，不反應只是觀察，不亂操作只是觀察，不批判，不責備自己，不因為一次失誤責怪自己。回到當下的這一口呼吸，回到你的紀律，你的計劃。在投資中，跌你就想賣，這叫念頭。在正念中，我們練習有念頭，不跟着走，回到呼吸。市場波動，有念頭，快賣，快買。你不跟着走，回到策略，這就是投資的回到呼吸。它不用盤腿，不用安靜房間，你只是在看波動，看自己，看情緒，看紀律。這就是最成熟的正念。真正的正念不是靜坐，而是生活中的專注與清明。而投資是情緒最容易失控的地方。如果你能在市場裡做到不慌、不急不亂，你在人生其他地方都能輕鬆做到。正念是內在的修煉，幫助你覺察情緒與認知偏誤。而投資紀律是外在的展現，是你在市場中執行策略的行為準則。沒有正念的投資紀律，就像一份沒有靈魂的計劃書，很容易在情緒風暴中被撕毀。正念的核心是有意識的、不加評判的覺察當下。
應用在投資上，正念識別情緒，而非被情緒驅動。市場暴跌，持股賬面虧損擴大，情緒被恐懼淹沒，心跳加速，腦中只想着快逃，於是違反紀律在低點賣出。正念介入，你覺察到我正在感到恐懼，我的身體很緊繃，腦中有災難化的想法。這種覺察本身就在你與情緒之間創造了一個空間，你能夠承認恐懼的存在，但不一定需要聽從它的指令。這讓你有機會回歸紀律，然後檢視當初買入的理由是否改變。停損點到了嗎？正念減少認知偏誤，確認偏誤，只尋找支持自己看法的資訊。正念練習，你觀察自己的念頭，你會更容易發現，我是不是只願意看多頭新聞？過度自信，在獲利後覺得自己无所不能。正念幫助你保持謙遜，知道成功有時也來自運氣和市場整體行情。處置效應，急着賣掉獲利的股票，卻死抱虧損的股票。正念幫助你如實看待每一筆投資的現狀，而非被不想實現虧損的情感綁架。正念培養耐心與當下專注，投資需要耐心等待買賣點，等待複利發酵。正念訓練你安住於當下，接受等待的過程，不因為無聊或焦躁而進行不必要的交易。過度交易是紀律的殺手，幫助你專注於過程是否遵守紀律，而非僅是結果短期盈虧。專注於可控的事情，而非不可控的市場波動。正念讓你在壓力下保持清晰，市場极度波動時，正是紀律最受考驗之時。透過正念呼吸或短暫停頓，你能快速讓神經系統平靜下來，用较清晰的大腦做出決策，而非在站後頭的反射狀態下行動。你可以建立一個包含正念檢查的投資決策。制定計劃時需要冷靜，在市場外心平氣和時制定你的投資策略與紀律規則。這本身就是一種正念行為，在無情緒干擾時做決定。執行交易前，先暫停，在下單前養成習慣暫停10秒，做一次深呼吸，覺察自己的身心狀態。我現在是平靜的，還是興奮、焦慮的？這個動作符合我的計劃嗎？這個簡單的動作能攔截大量衝動交易。市場波動時，先觀察。當市場大漲大跌引起強烈情緒時，不要立刻行動。觀察，承認情緒的升起，為它命名，這是貪婪，這是恐慌。回歸，將注意力拉回你的投資計劃書，看看紀律規則怎麼寫。決定基於計劃，而非情緒，做出行動或不行動的選擇。定期回顧時，不批判的檢視。定期檢討投資績效時，帶着正念不批判的態度。重點不在於我怎麼這麼蠢，而在於當時我忽略了什麼，我的紀律在哪個環節被突破了，如何改進我的系統。這能將失敗轉化為學習的養分。正念不是讓你變成沒有情感的投資機器，而是讓你成為自己情緒與衝動的明智觀察者。它不保證你每次投資都賺錢，但能極大地提高你嚴格執行投資紀律的能力。而長期來看，能夠一致性地遵守經過深思熟慮的紀律，正是實現長期穩定報酬的關鍵所在。日常生活中的正念，投資時覺察到內心的貪婪恐懼而不立即行動。吃飯時專注感受食物的味道、口感，而非滑手機。走路時感受腳踏地面的感覺，風吹過皮膚。與人爭吵時，察覺自己的憤怒情緒正在高漲，從而選擇暫停回應。正念是正式練習，而將這份覺察帶入生活，才是正念的真正目的。在市場的潮起潮落中，願你始終持守內心的燈塔，以正念為锚，看清波動只是波動，而非命運；以紀律為舵，在貪婪與恐懼的海域中，穩穩航向自己的目標。願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成為決策間的清醒空間，願你的每一份計劃都在覺察中得以純粹執行。投資之路終究是一場與自己心智的對話。願你在數字之外收穫更珍貴的資產，寧靜的頭腦，明晰的雙眼與從容不迫的耐心。祝福你
在市場的喧囂中聽見自己智慧的聲音。願你的紀律因正念而生根，願你的正念因紀律而結果。穩步前行，歲月自有回響。